嗨，我是君令，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有关于写字的大秘密，那就是其实写字是有方法的哦。那些漂亮的字背后都是有技巧的呀。写字的背后有许多的逻辑的操作，如果有老师的带领，你了解了那个原理，人人都有机会写出美字。我可以，你当然也行哦。这集影片就是要教大家写字的方法，你千万不能错过了，错过了就实在太可惜啦。好，今天就要教大家新字怎么写。新字真的很难写，因为它的笔法跟架构不好抓。那我们该怎么写呢？我们就要利用一些小技巧咯。那等一下会一一的仔细告诉大家。接着我会把新部放到字体里面，跟大家说明我们跟其他部件相结合的时候，怎么样让字体的架构看起来更协调、更漂亮呢？那等一下我就会再仔细的说明给大家听哦。那接着我们会教大家写爱情的爱。爱情的爱这个字可真复杂，笔画又多，位置又不好抓，就像爱情一样难以捉摸，让人搞不定。那么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爱情的爱这个字怎么写吧。好，那我们就来赶快跟大家讲到底心要怎么写咯。心只有4个笔画组成，那这4个笔画呢，其实呢都不太好抓位置。那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位置上算是比较好抓的。好，首先呢，我们要写第一个点画。这个点画呢，是感觉呢比较有一点像树，比较偏向比较树的方向的点。好，我们先下第一个点画。点画要怎么写呢？点画呢，在写的时候，我们先把我们的笔轻轻的放到纸面上，然后往下带，然后用点力气往下带，用点力气。好，这样子呢，就可以成为还蛮漂亮的点画咯。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首先第一个比较竖的点画呢，我们比较好解决。接下来呢，我们要写握钩。握钩的时候呢，假使我从这里起头，好，我在上面解说。好，假使我从这里起头，开始进行我的握钩。接下来我是不是会有陆续行进的方向？那我用几个点来带出行进的方向，跟大家讲解。第二个，我们是不是会往下走？然后第三个，我会让我的点几乎快要碰到我的地平面。事实上我会碰到一下子，然后接着我会让它慢慢的扬起，然后接着我会往一个回钩刺的方向，大概是这样。好，我用几个虚线去标示出我现在我的握钩要行进的位置。那我现在把虚线连起来，我的握钩就写出来了。好，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讲，我要怎么样找出这些点咯。首先起头的点，我们会在这个比较竖的点的起头的隔壁，然后接下来的握钩，第一个点怎么找呢？其实这个握钩，如果我这样子把它画出来，你就找得出第一个点咯。因为我画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扇形，这个扇形大概是120度，也就是说，你第一个起头的点找好位置，第二个点往下，然后自己假设这里有个120度的角出现，所以大概你就知道你第二个点要下在什么位置了。好，那第二个点下在这里之后，第三个点就是碰到地平线的点，所以我们要拉出一个120度的角之后，会在哪里碰到地平线呢？好，第三个点就自己可以估好位置。然后第四个点呢，在这边，当第三个点碰到地平线之后，再往右侧方继续前进一会儿，让它稍微离开地面一下下，然后就像一个小小翘起的角，接着呢就要往回勾了。好，那我们来讲解一下往回勾的这个点该怎么做呢？好，我们要想象，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到字里来讲会比较好讲。好，来，那我们现在要做握钩了，握钩，然后勾，
要刺向圆心。好，刚刚我想的刺向圆心到底什么意思呢？好，刺向圆心就是假想这个心是一个心，这个心是一个圆。好，那我们握钩的部分就刺向这个圆的圆心。好，这样我一画图出来，大家应该就理解意思了吧？好，接着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刚刚我讲的几个点的行进啊，我再次标示出来给大家看。第一个起头的点，第二个要支在120度的角，所以连下来这条线，你必须假想是120度。第三个往旁边拉一点，它要碰到我们的地平面水平线。好，第四个略微扬起一点点，所以这边还有个第四个点。好，第五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刺向我们的圆心。好，这样子是不是就构成了一个握钩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剩下的2个点。好，那我们看第一个我写在这里给大家看。我们第一个点在这边。好，假设我们第一个点下了之后，我们第二个点跟第一个点是有关系的哦。第二个点它的开头会是第一个点延续的抛物线接出来第二个点。好，那我们就坐在这边给大家看。那首先这个第一个点我也要下在什么位置呢？我要下的位置就是比较竖的点跟我握钩回钩的这个地方的中间。好，大家看一下中间在哪里，大概是这个位置，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就会下在这边哦。所以我们先下第一个点，然后接着我刚刚说过了，抛物线连接。抛物线连接什么呢？抛物线连接第二个点，然后让第二个点出现。好，我们的心就完成咯。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我们来比较流畅的写它一次咯。第一个比较竖的点，第二个起头120度，然后碰到地平线，然后稍微扬起，然后回钩刺向圆心，接着找中间下第一个点，然后抛物线延伸出第二个点。好，这样就完成啦。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经过比较有步骤性的这个技巧性的这个写出这个心虽然难写，可是却比较能够抓得到方法咯。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很鼓励大家能够在看影片的时候顺便拿支笔来练习看看，边看边练习。我们呢边学边做，这样才会记忆的比较深刻，这样才能更容易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真正扎实的转化成自己的能力哦。很鼓励大家真的可以跟着影片练习看看哦。那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我的讲解蛮详细的，你也蛮喜欢影片的拍摄方式，你也很肯定我制作影片时的用心，那么请你帮我按个赞吧。你的赞，你按的赞会是对我制作影片非常大的鼓励哦。好，接着来跟大家讲志气的志。志气的志呢，我们在写的时候先下一笔的横画，让它为上扬。接着呢，我们呢会再下竖画，然后再下横画。好，大家要注意哦，我们呢在写志的时候呢，上方的部件的横画我们都会写的比较斜一点。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搭配一下下面的心它的一个斜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写点，接着我们再写握钩，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诀窍，起头120度的角，碰到地平线，微微扬起，刺向圆心。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事哦，上面的横画它有个斜度，下面的心部，接着所有的部分也都要跟着这个斜度哦，这样子它们才可以制造一个紧密连结的关系，这样子呢才能让它的中宫是紧缩的，中宫。我们在写字的时候，我们要让中宫缩紧，让中宫缩紧，我们的字体才会看起来是紧实的，才不会看起来是松松垮垮的。如果松松垮垮的，整个字就会觉得很松散。所以我们为了让部件之间可以紧密的结合，所以有时我们会改变字的形状跟结构。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让心去跟着这个斜线走。好，你看哦，其实我点画的起头以及我窝钩的起头都有跟在斜线上哦。接着我的这个心部的第一个点，刚刚我们在独体字，独体字就是自己一个的心，自己一个心的时候，我们说要写在这个竖画跟这个窝钩勾起的中间。但是现在它跟其他的字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就要稍微改变一下位置咯，我们就会写在窝钩自己本身的中段哦，那就是这里。好，那我们就要找窝钩的中段，稍微这个心的位置会往右再偏移一点。好，我们先下第一个点，那找到中间的位置，再找到斜线行进的位置，那交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们第一个点的位置咯，这样很好找吧？好，在第二个点的位置要跟着这个斜线的斜度走，所以抛物线延伸，再加上第二个点的位置，大概就是这里。好，那我们的字就完成咯。那我还想再讲解一下这个字呢，其实呢上下部件的地方我们有稍微做一点调整哦。原本我们写字的时候是习惯正正的上面部件再配下面的正正的下面的部件，可是在字的地方我把它画出来，你就会知道我刚刚到底在说什么了。好，字的上面的部件我会让它稍微往左偏移一点哦。那我们看字的下面的部件，字的下面的部件我会让它稍微往右偏移一点哦。这样子的调整呢，会让字产生一种协调平衡的感觉。好，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再画一个上面的部件跟下面的部件是正正的搭配，然后写一次给你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好，你看哦，如果我不做偏移的动作，我不把上面的部件往左侧拉，下面的心部往右侧拉，那我让它正正的搭配，它就会写成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字却有一种很协调的感觉。好，所以呢，这个字的部分就是表现的不太好，我们就来打叉叉咯。那这个字的部分呢，就表现的很好，我们就来打个星星咯。好，所以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把心放在部件的下方，那你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上方的部件往我们的左侧移动一点点，然后把心部写的靠右侧一点点，这样子才能把这个字的结构处理好哦。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下，也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叫做念咯。好，那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原则，我现在画一个区块，表示我要写念的上面的金的位置。我下面再画一个区块，就是稍微往右侧偏移一点的心部的位置。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大概心里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我们在心里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区块之后，现在我们就按照我说的来写一次吧。我们先写撇，我们再写捺。好，那你看到我的撇捺就稍微有往我的左侧移动咯，因为这里是纵线嘛，纵线的左侧一点点下笔，然后我们再写横，再写横钩，然后呢接着我们的点，我们的窝钩，
然后我们的心部，好，这样是不是协调多了呢？所以记得这个偏移的小诀窍哦，这样可以协助你在拼凑上下部件的时候呢，更能够找到它的一个位置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再讲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很难写的爱哦。好，我们在下爱的上面的像爪子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先会往我们的左侧移动，然后呢，这边再写一个点，这里再写一个点，这里再写一个撇。好，那等一下呢，我就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得往左侧移动一点点呢？好，这边再写一个竖，这边再写一个横钩。好，那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部件，我们会把它这边写的短一点，这边写的长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写新的部分咯。新的部分这里写一个点，接着心要压扁一点，写一个卧钩，然后在我们的卧钩中间下点，延伸出现第二个，但是还是要藏在这个上面的部件里。好，接着呢，我们再下一个撇，然后再下一个横撇，再下一个捺。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这个横撇，我也来稍微做一下讲解。横撇的这个横撇，其实它也是有个弧度的诀窍哦，它就会很像一个大饼，大饼的扇形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它会有个漂亮的弧度。记得要做出漂亮的弧度，才能让爱这个字更好看。再来，这个横撇的部分呢，不是哦，这个撇的部分呢，我习惯拉长一点，去帮助这个爱平衡。那这个捺要怎么写呢？这个捺会先走一个斜坡，再走一个比较平的斜坡。所以我再写一次给大家看的话，它会是一个斜坡，再比较平的斜坡，这个样子。好，那么不知道看到这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这则影片呢？如果呢你还在观看这则影片，那请你帮我跟你自己按个赞吧，表示我们都是对写字教学很有热情的人哦。鼓励你能够呢继续坚持努力练习，因为有时候练习的力量它会发挥的比较慢，但是真的确确实实每次当你练习时，它就在累积哦。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吧。知道了写字的诀窍跟方法，再配上勤加练习，一定能够表现的就是在写字上表现得越来越好哦。那我要来替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到底跟大家讲了什么呢？首先我们讲了第一个心，我们说心部呢这边呢有一个120度的这个扇形的角，大家要把握这个原则，就比较容易做出心哦。接着呢，我们说过了，心的卧钩要刺向圆心哦，抓住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呢让钩勾到比较漂亮的一个角度。然后呢，第一个点，在独体字的心写在我们的比较竖的点跟卧钩勾起的这个线段的中间，所以会是感觉比较偏右一点。当然，这个是我有跟其他部件拼凑的心做的比较啦。好，接着第二个点要从第一个点延伸出抛物线，好，然后再下第二个点，然后我们再来看字咯。字在写的时候，上方部件记得我们要偏左侧一点，下方部件我们要偏右侧一点。好，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念咯。念跟字的构成是相同的方法，那我们记得上方部件跟下方部件要稍微做一下微调，它才能够字体看起来是比较协调漂亮的哦。好，最后我们来讲这个好难写的爱啊，好难写的爱也有一些诀窍。上面
记得左短右长，下面的撇画拉长一点，横撇的部分想象是一个圆饼，它的扇形的部分让它呢弧度可以变得漂亮。接着我们写捺，捺的诀窍就是先走一个很斜的斜坡，再走一小段比较平缓很多的斜坡。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很希望你能够对这个影片做一点肯定，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把这则影片分享给你觉得同样也喜欢写字的人，然后一定能够对他产生很多的帮助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我们下次见。